台军宣布放弃直接攻击越过红线的解放军的军舰和战机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日，台防务部门负责人突然强硬表态，扬言对进入台湾岛12海里范围的解放军的军舰和军机直接开火。如果这项命令是真的，那么就意味着两岸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随时都有可能。不过，刚刚过了2周的时间，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邱国正又澄清说，台军不会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的情况下攻击越过其红线的解放军。邱国正表示，如果解放军发动第一次打击，台军将首先按照规定的程序发出警告或警报。这意味着他澄清了在越过台湾地区所划设的所谓红线后，立即击落或摧毁任何解放军的飞机和船只的猜测。台军还明确了第一击的概念，包括进入台湾岛所谓领海的飞机和船只。可以说，如果解放军的军舰和军机进入台湾岛12海里范围内，台军会先进行警告，而不再是直接开火。邱国正还把任何此类反应都被称为自卫反击，声称台军方将保持高度谨慎，不想引发两岸战争。如果说台军宣布进入台湾岛的所谓领海领空就算第一击，是对大陆示强，而现在呢又宣布先进行警告，算是服软了。当然，他们自己说了是为了避免两岸战争，实际上这种改变原先说辞的做法，最根本的原因是台湾地区并没有国际所承认的领海，因为台湾的领海就是中国的领海。如果非要执行所谓自己定义的红线，那么就意味着台军将有很大的概率打响两岸统一的第一枪。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的事件发生之后，解放军进行的锁台演训，当时就有052D 导弹驱逐舰逼近花莲外海，实际上早已经突破了12海里的范畴。台军当时没敢吱声，解放军的无人机随后穿越了金门岛，台军最多也就是进行了警告性的发射信号弹，根本就无法对解放军的无人机构成威胁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台海进入了新常态，最核心的标志就是原来两岸基于9·2共识所达成的默契，台海中线消失了。解放军的军舰和飞机已经常态化地逼近台湾岛进行巡航。台军确认每天至少有4到6艘解放军的军舰在台海周边驻守，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：台湾岛原本就是一个没有战略纵深的小岛，失去台海中线就意味着失去了战略纵深，而前进部署的解放军战舰和战机如果要发动军事打击，台军将失去快速反应能力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出快速反应，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。这对于首战即是决战的两岸军事冲突形态来说是非常要命的。所以，台湾地区防务部门负责人才有了进入台湾岛12海里就算是第一击的说法，等于要给解放军画红线。这次邱国正虽然改口了，但是仍然把解放军进入台湾岛12海里当成是第一击，只不过反击的顺序他做了改变，由直接开火射击变成了先进行警告。这么一改，实际上又后退了一步。这的确能够降低两岸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，但是也进一步降低了台军的战略防御纵深，因为台军光警告就可以进行无数次，这个标准完全是他们自己说了算。所以失去台海中线只是第一步，未来也会失去12海里这条线。最终，解放军将负责保卫台湾岛，台军唯一的出路就是一步步退让，直到两岸实现完全统一。邱国正的这次澄清，或许是为了释放善意，或者是为了避免把台军架在火上烤，只不过是自娱自乐罢了。因为解放军的军机和军舰什么时候进入台湾的12海里，完全不用理会台军如何应对，只要对方敢打出第一枪，
那么我们就会让台军打不出第二枪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